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，欢迎回到网页设计程式教学，今天是第7集。然后呢，今天呢开始呢，我会跟大家讲述一下，就是 Meta 的标签跟按钮的制作，以及一些 CSS 的其他语法。好，那首先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先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 Meta 的部分。那一开始我们有谈到，就是我们先设两个 Meta 哦，第一个 Meta 就是这个 Charset 哦，这目前就是 HTML5的最新的那个适应接收的这个 Meta。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是当你设定网页的时候，我们设定的它是万国码的意思，它能够适应很多国家不同版本的浏览器哦，在每一个浏览器的，就是在开网页的时候比较不会出错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是 title，就是我们网页的名称网页的名称。这个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新增几个就是 meta 比较重要的，那麻烦各位可以就是再把这个记录起来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复制这个连接，这是之前打好的。好，那跟各位一个一个做说明哈。那 Meta 分为3种哈，第一种是 Name，第二种是这个 HTTP EQUIV，第三个就是这个比较新的就是 Charset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它是这个 No Catch 的意思，就是说它让这些让这个浏览器跟这个搜寻引擎呢，就是知道，就是说，它不要使用快取，不要使用快取来读取这个网页，禁止它使用快取这样子。那它第三个呢，跟第一个这个是一样的。只不过为什么要放第三个呢？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是第三个，这个是旧的写法，那第一个呢，这是新的。那为什么要放旧的呢？原因也是一样，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浏览器。好的，那第二个呢，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就是每一次强制它每一次就是更新，一定要更新浏览器之后，它才可以读取，也是禁止使用暂存快取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呢，这个 viewport 这个呢，这个是让浏览器跟就是能够适应它每一个画面，适应画面用的。那接下来这个 script 呢，这个是用一个 source，然后呢告诉浏览器说我就是要适用于这一个的版本的 jQuery。好的，那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刚刚所描述的这些 Meta 的说明呢，能够复制上去。那我这边有这些复制的，然后各位可以贴上去，可以记起来。好的，就是这是之前我整理的，让大家能够方便记忆，这样子大家每一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以更清楚它的内容是什么。好，这个呢一定要放，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呢会谈到就是连接的要用 jQuery 连接的部分，好，方选连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放。好的，那说完 Meta 之后啊，我们接下来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函式的部分，函式的部分。那什么是函式呢？那我们先稍微来第一个新的网页。好，那我们先另存新档。好，我们把它存成二。好，我们把它存成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。好的，那我们把之前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先把它删除掉。好，只留下我们的骨架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我们 CSS 的骨架，然后这个是我们 body，这个是今天要使用的新的叫做 script。好，各位可以稍微记一下。好的，
那我们可以先稍微简单说明一下，就是函式是什么。所谓的函式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定义一个简单的公式，在这个公式的运作呢，里面的这个功能是由自己来定义的，自己来定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按钮呢，其实有跟函式有很大关系。好，那怎么样制作按钮呢？各位，我们可以先制作一个 div。好，各位还记得吗？div 是控制它的位置的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也是给它命名，叫做 but div。好的，一样，我们用包夹方式。哎，好的，id，然后这个用 but。哎，好，这边的我希望给它取名为show 按钮。好，这边用 but span。好，我们希望能够做4个按钮，所以呢，我们原本的 ID 好，后面可以再加一个 class，让它一次做同样全部一起。当我们一次改的话，改 CSS 的话，可以同步全部一起改。那我们 b 好。好的，那每一个按钮不一样，一个是 show，第二个是 hide，第三个是这个 fade in，第4个是 fade out。好的，那我们在这个 ID 的部分，我们也给它稍微命名一下。好，稍微给它命名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个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一样，也是给它稍微就是命名一下。好，在命名 ID 跟 class 是同时可以并存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将不同的 ID 命名完，让 class 全部的命名是可以同步的。好，按钮的制作完成之后，我们在下面再制作一个，就是我们要操控的这个 div。好的，那我们也是一样做3个，然后同时命名 ID 跟 class。好的，好，这个时候 ID 可以说，我们希望用3个就可以了，用你我他写 you。那这边的 class 我是要用 CCCC 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做3个就可以了。好，做完之后呢，让我们存档上传。
那因为刚刚有稍微另存新档，所以我们这边要重新更新一次。好，把我们的这个另存的档案先上传上去。好，我们回到。好，选择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已经打好、设计好的这个按钮跟我们要操控的这个 div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就是做这个 CSS 的美化、美工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先选择这个先选择这个 div，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把它点开，然后选择这个随便一个按钮，我们点它，然后选择加号。好，这个时候它会出现秀这个地方秀，那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稍微改一下，因为我们要全部一起同时的改变，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 class class 好设定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设定。好，首先我们会希望能够先了解它的边缘到哪边，所以我们用 border。好，各位，他们的偏光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知道它彼此的距离是多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再设定 pending 内文跟外框的距离，我们设定3px 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设定的是这个这个框与框之间，按钮跟按钮之间的间隔，我们用 marine， 这边我们用5px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设定的是外框的这个，我们不希望它让它这么的方正，我希望它有一点圆滑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新学到一个叫做 border radius。好 ，border radius， 待会我们设计完出现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它会变成它的外框会变成比较稍微圆滑一点，不会像刚刚的这么的锐利。好的，那我们还可以再设定的是它的就是字体的颜色。我们可以一边复习一下。好的。好，为什么它会边框会跟着一起改？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给它设计这个颜色的设定，所以它会跟着我们一起改。那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再设定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这边设定完，这边就不会，这边我们的字体就不会再跟着我们跑掉了。那我们设定蓝色好了。好的，设定完之后，各位别忘了，我们把它复制起来。好，复制起来之后，别忘了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style 里面，这样子它每一次更新完它才不会消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设定的是 div，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这个元件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一样也是这边设定一下，只是这一次我们这边也要改掉。好，我们选择 CCCC。好，一样我们也是要找出它的边界是在哪里，所以我们用 border。好，一样我们也要设定这个颜色，不然它会跟着更改。好的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这个 pending 的部分。好，我们设3px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的是，因为它跟我们的按钮间隔实在太密合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再分开一点点。好的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再多更改一点，我们可以多用一点。好，这样大概可以了。那我们一样继续把刚刚的 border radius 把它稍微复习一下。
数值越大，它就更越滑润。好的，设定一下背景。好的，一样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复制起来，好贴上去。好贴上去之后，好，接下来要正式开始做程式的部分了。那正式做程式的部分的话，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的是这个 function，也就是我们的函数。那函数是什么呢？简单跟大家刚刚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公式，里面的运作，我们来自己定义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鼠标移到这个 script 里面，我们要下一个 function 的这个东西标签。好，打完正确之后，它会出现一个斜体字，蓝色样。那我们把刚刚的这个show 呢，这个的 class 后面，我们把它稍微点一下。我们要再新增一个功能，叫做 onClick。onClick 是什么呢？它是点击它就会触发事件，触发这个 JS 的功能的一个按标签的指令。好，它 click 就是在英文里面，它就是按点击的意思。那 onClick 就是点击之后，好一样。这边我们用那个英文来显示，一样。后面要记得要多加一个刮弧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刮弧之后，这边一定要用一个就是这个单引号，这样框起来，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这种设定的定义。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设定的名称复制起来，放到我们的这个函式的最前面，因为我们点下去是这个名字，它会对应到我们点下去的这个名字里面，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放一起。那在函式的后面这边一定要再放一个大括号，就是在电脑的 P 键的右边两个键是按下 Shift 键就可以做出两个大括号，再把滑鼠移到中间之后按 Enter 让它分开，中间这边就会开始我们的定义了。好，首先定义的部分我们要先设定一个值叫做 var， 这个叫做设定变数。那关于变数呢，我们在下一集会做详细的讲解这样子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变数，让它称为 ABC， 这是我随便取的。好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第一个，做一个变数，我们要让它先取值，让它先取一个值。为什么要取值？就是我们要让电脑知道，我们按这个键之后，它要去抓取那个我们的从哪里执行的地方。好，我先看我做一遍。好，从一个简单的秀的函式就被我们完成了。那我跟大家再一次先稍微再说明一下，这个我们设定的一个变数，那后面的我们要先取一个从哪里去是执行的这个值，我们要先把它设在一个变数里面，然后我们再设定一个这个选择器，这个前字号呢，这边我们要先打一个前字号。那前字号是什么呢？前字号就是在 JS 里面它表现的叫做 get a military by ID。by ID 的意思就是我从 ID 这边
方式来透过这个 ID 的方式来抓取。那不一定是 ID， 也有可能是 class 或是其他的选择器。那这个叫做选择器。选择器的意思就是我要选择从哪里到哪边。那这个是从哪里，这个是到哪边。好，最后这个后面这个点的部分，后面这个点后面这个部分是它所执行的动作，它所执行的动作，而它括号里面的这个数值，就是取这个刚刚我们变数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把我们刚刚所从哪里放到一个变数之后，再从哪到哪边，我们再执行刚刚这个设定的变数，这样我们就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函式的逻辑就建构而成了。那为了方便让大家能够区别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是显示，哪一个是隐藏，我们重新再制造一个叫做隐藏，我们再练习一次。好，一样也是这样设定一个，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换成是 hide。好，我们把刚刚的 onClick 这边再复制一次。好的，这里的 hide 我们这边就给它替换成 hide。好，一样，这边是 hide 的 ID， 我们也把它换成是我们要从 hide 这边取。好的，那一样我们这边的也是一样是 you， 所以这边不用改，只是这边的部分，因为它这边是固定的用法，就是 hide， 所以我们要改。好 ，ABC 不用改，这个不会重复取，不会受影响，因为在个别的在不同的函式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先存档上传。好，首先是 show， 好，它没有任何的表现，我们用 hide 看看，好，它的不见了。好，我们再按一次 show， 它又出现了，再按一次 hide， 它不见了，再按一次 show。好的，这就是最简单的按钮的设计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课程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